这场辩论会举办之前的协商，我特别争取公民团体的参与和提问，因为我相信公民社会的崛起代表台湾新政治的来临，民主深化的开始。去年的洪仲丘事件让20万白衫军走上街头，白色力量的开展，开启了公民政治的新时代。蒋渭水医师曾经感叹：当医生一个一个的救病人，但是救得了永乐町，救得了整个台湾吗？这是一位医者悲天悯人的胸怀，也是一位改革者壮志未酬的感叹。90年以后，我站在这里，柯文哲要说，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，我们不仅要救这个社会，救这个城市，也要救整个台湾。我在这里宣布，未来当选台北市长，市政府将会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，实现开放政府、全民参与的理念，让市民重新建立对民主政治的信心，也愿意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。为了超越蓝绿对抗的局面，我坚持以公民参政的角度来整合在大联盟。在大联盟的意义在于，所有公民要团结起来，把台北市还给公民社会，而不再是让这个城市被少数权贵阶级所垄断。政治应当为人民所共有，台北是你我共同拥有的家，这个城市不应当有蓝绿之分而陷入意识形态的对立。这场选举是一个历史方向的选择，到底我们要停留在蓝绿互斗的泥淖，还是摆脱蓝绿，追求一个团结和谐的新时代？无党籍的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，可以让国民党更接近国民，让民主进步党更加进步，这对两党而言都是一个改革的契机。柯文哲是政治素人，我在台大医院工作了30年，每天处理病人生死的问题，我看尽人生百态，更能感同身受什么叫做贫病交加，也更能了解贫富差距造成教育与医疗的不平等。草根人民的心声，我默默地听了30年。我带领台大叶克膜团队，让同仁有荣誉感，并在拯救生命当中得到了成就感。这种领导哲学让我们叶克膜团队成为世界级的团队。未来，我带领台北市政府，也会与荣誉、成就、关怀、分享的理念，和市府同仁一起努力，让台北市政府成为世界一流的团队，以服务市民为一种荣耀。我是政治素人，因此我谦卑学习，尊重专业，反躬自省，也绝不推脱。有人认为我的性别意识不足，我不会找借口，而是找老师，再重新补上性别主流化的课程，迅速改进缺失。柯文哲的竞选团队大部分是海选来的年轻人，他们充满了创意和活力。我不仅让他们发挥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力，也随时接受年轻人坦率的意见。团队当中有一位只有22岁的大学毕业生，也常常当面提醒我哪里讲错了，哪里需要改进。柯文哲是政治素人，没有政党的傲元。因为参选这次的台北市长，我受到了来自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5院的最高规格检验。我的太太不可以替我助选，我的同仁被约谈，我去演讲的单位全部遭到查水。面对种种的打击压迫，我并没有屈服，就是为了改正这种不合理的状况，我才需要出来参选。如果可以实现平民参政的理想，选举过程当中的种种折磨，我都可以视为是锻炼柯文哲成为台北市长的必要过程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你可以相信柯文哲，因为你我一样都是平民子弟，靠着苦读出身，凭着专业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养家活口，还背负着房贷。多年来，我骑着脚踏车上下班，也因为这样，我才真实感受到路面的凹凸不平，也确实体会到风吹雨打日晒。我了解人民在想什么，也知道他们需要什么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你可以相信柯文哲，因为医师的白袍没有蓝绿之分，医师的专业只有是非对错。即使面对庞大的压力，我还是坚持要公平的评价蒋经国前总统。
真诚的面对历史，才能够让台湾社会以后能够真正的和谐。我知道有人一直想将这场选举拉向蓝绿对决，可是这样的对决对台湾社会真的有好处吗？台北市民早就厌倦了仇恨和对立。柯文哲当选市长，还是中华民国首都的市长，各政党的旗帜依然可以在这个城市飘扬，因此也不需要以恐吓牌、危机牌来威胁市民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你可以相信柯文哲，我的口才不好，甚至白目，说话也不刻意讨好人，但是我懂得仔细倾听。很多人忽略了倾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当所有台北市民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的时候，这不就是直接民主吗？我主张开放政府，全民参与，源头也是在这里。民主政治不是4年投一次票而已，而是市民每天都可以向市政府表达他的意见。在政府的行政权和议会的立法权外，必须保障市民的提案权和审议权。因此，我们开放政府资讯，让市民检验；透过网络投票，让市民参与政策的形成，并且匡列预算给市民提案，让台北市民的创意和活力得以融入市政的运作，让市民可以成为真正的主人。亲爱的市民朋友，无论你我来自何处，我们都选择在台北市安身立命。One city, one family。台北是我们共同的家。家人会吵架，但是不会分离；家人会互相体谅、互相包容。这个家庭有你有我，你我都是手足，而养育我们的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父母。One city, one family。台北是我们共同的家，兄弟姐妹、年轻朋友们，这座城市拥有庶民、乡民、公民，有你我的泪水、汗水和梦想。请你带着爱和感动，和柯文哲一起为台北再造光荣。这场选举不是柯文哲一人的选举，这是一场改变政治、改变文化的社会运动。这场选举成功的关键在于相信，相信改变可以成真，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决定台湾的历史。亲爱的市民朋友们，11月29号，请你一定要去投票，为自己投下一票，也为自己的孩子投下一票，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是他们下一代的未来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谢谢。